Hello， 各位好，我是 Revision Lab 修整所的阿修，歡迎來到我的頻道。我們今天要把時間倒轉回到2005年的10月，那是一個充滿戲劇性，甚至可以說改變了人類歷史軌跡的時刻。當時的象牙海岸正深陷在一場極度殘酷、已經撕裂國家長達3年的內戰之中，每一天都有無辜的平民傷亡，整個國家被分為南北兩派，政治談判完全陷入僵局。任何理性的分析師都會告訴你，這個國家其實已經沒有希望了，對吧？但是，就在這個充滿絕望的時刻，發生了一件沒有人預料到的事情。象牙海岸的國家足球隊在客場贏得了一場觀陣的比賽，那是他們國家歷史上第一次成功取得世界杯足球賽的參賽資格。那一瞬間，全國上下，無論是南方的政府軍還是北方的叛軍，所有人都在收音機和電視轉播前瘋狂慶祝。就在比賽結束後的休息室裡，發生了更震撼的一幕。球隊的當家前鋒，也就是傳奇球星迪迪耶·德羅巴，他接過了麥克風，在全國實況轉播之下，他對着鏡頭雙膝下跪。他沒有談論戰術，也沒有談論下一場比賽的對手，他對着全國人民說：“今天我們證明了，所有象牙海岸人都可以共存，可以為了一個共同的目標一起踢球。今天我們跪下來懇求你們，請放下你們的武器，舉辦選舉，請互相原諒。”這段語音和轉播畫面在接下來的幾個星期裡被國家媒體不斷地重複播放，它深深地烙印在每一個象牙海岸人的心中。幾個月之後，交戰雙方真的簽署了停火協議。一支足球隊、一場比賽、一個球員在轉播前的懇求，竟然做到了一堆專業外交官和聯合國部隊做不到的事情。他們實質上暫停了一場戰爭。其實這個真實的歷史案例直接打破了我們社會中一個根深蒂固的迷思，對吧？重點來了，我們進入第一部分，中立體育的迷思。我們要告訴你，為什麼競技場從來都不中立。我們經常聽到一種說法，認為體育應該是純粹的，體育應該是中立的。人們總是高喊着讓政治歸政治，體育歸體育，仿佛體育場是一個神聖的真空艙，只要你走進球場，現實世界的所有紛擾、所有不公不義，都會自動被隔絕在外。這其實是一個非常天真，甚至可以說是極度浪漫化的理想。如果我們對比一下理想與現實，我們就會發現其中的矛盾有多麼巨大。理想派認為，體育是純粹的團結競爭，可以消除現實世界的鴻溝。但現實是什麼？現實是，國際體育賽事從根本上來說，就是一種儀式化的戰爭。當兩個國家在賽場上對決時，你在觀眾席看到的是滿場揮舞的國旗，球員身上穿的是印有國家標誌的制服。當球隊獲勝時，全場擴音器播放的是勝利國的國歌。體育賽事充滿了濃厚的民族主義色彩，勝利代表着國家優越感，失敗則被視為國家的屈辱。在這樣的邏輯之下，你怎麼可能要求一場以色列對上伊朗的比賽是完全非政治性的？這在物理上與心理上都是絕對不可能的。政治與體育從一開始就被緊緊地編織在同一塊布料上。這種將體育與國家認同強行綁定的現實，對運動員來說，其實造成了極大的壓迫與偽善。德國足球明星梅舒特·厄吉爾曾經說過一句非常沉痛的話。這句話精準地刺穿了這種偽善。他說：“當我贏球時，我是一個德國人；但當我輸球時，我只是一個移民。”厄吉爾擁有土耳其血統。這句話血淋淋地展示了運動員所面臨的困境。當他們為國家帶來榮耀時，他們被包裝成受人愛戴的愛國者，國家欣然接受他們。但是，一旦比賽輸了，社會立刻就會拿他們的種族身份、移民背景來做文章，把他們貶低為叛徒。這證明了什麼？這證明了體育場從來就不是中立的。社會隨時都在用政治和種族的濾鏡來審視這些運動員的價值。我們繼續聊下去，進入第二部分，定義政治的力量。我們必須釐清，在體育的脈絡裡，政治到底意味着什麼？既然體育不可能完全脫離現實社會的脈絡，那我們就必須深入思考一個更底層的邏輯問題。當人們大聲疾呼把政治趕出體育的時候，他們口中的政治到底代表着什麼意思？我們需要對政治這個詞進行一次重新的定義與拆解。其實，在體育的語境裡面，政治往往只是一個委婉的代名詞，它真正的意思是改變，它代表着挑戰現狀。
我們回顧歷史，其實是最微小、最理所當然的進步，一開始都會被貼上政治化的標籤。例如，爭取更多的女子體育項目經費，這在過去被認為是激進的政治訴求。在美國職業橄欖球聯盟中，推動增加黑人總教練和黑人四分衛的比例，同樣被批評為把政治帶入球場。為什麼會這樣？因為這些訴求挑戰了既得利益者的舒適圈，打破了現有的權力結構。所以，當有人說不要在體育裡談政治的時候，這句話真正的潛台詞其實是我很滿意現在的狀況，請你不要試圖改變它。這種追求中立的態度，實際上就是一種選擇，選擇站在權力擁有者的那一邊。記下來這點超級重要。第三部分，體育洗白與強權，這往往是掩飾人權劣跡的終極武器。這種強制要求體育保持中立的規則，不僅掩蓋了社會內部的不平等，它更成為了國際強權手中的終極武器。當體育被強制剝奪了發聲的權利，它就變成了一個絕佳的洗白工具。這個現象在現代地緣政治中有一個專有名詞，叫做體育洗白。強大的獨裁國家和財團其實非常清楚體育所蘊含的巨大情感力量。我們來盤點幾個現代最經典的體育洗白案例。沙烏地阿拉伯投入巨資收購了英格蘭超級聯賽的紐卡索聯足球俱樂部，並且舉辦了一級方式賽車大獎賽。阿拉伯聯合大公國掌握了曼徹斯特城足球俱樂部，卡達買下了巴黎聖日耳曼，俄羅斯則在2014年舉辦了索契冬奧會。這些國家為什麼要花費數百億美金投資體育？因為當巴黎聖日耳曼贏得歐洲冠軍聯賽，球員胸前印着卡達航空的標誌，在場上奔跑時，全世界數以億計的球迷會為他們歡呼。在那個榮耀的瞬間，球迷的熱情會自動掩蓋掉那些不光彩的現實。大家會忘記那些在建設體育場館過程中被剝削的百萬移工，也會忘記那些國家在人權記錄上的種種斑斑劣跡。他們利用體育的純粹性，成功地在國際舞台上洗白了自己的公眾形象。這裡有一個非常殘酷的運作邏輯：當所有的轉播鏡頭都對準了綠雲草地，他們自然就背對着那些不見天日的監獄。如果我們盲目地堅持體育必須中立的原則，我們實際上就是在懲罰那些敢於說真話的人。這會創造出一種充滿敵意的沉默文化。舉例來說，當英國的一級方式賽車手路易斯·漢密爾頓試圖譴責主辦國對多元性別族群的違憲法令時，如果主辦方用不談政治的規定來禁止他發言，這算哪門子的中立？禁止在賽場上表達政治立場，解雇那些敢於評論社會議題的體育主播，甚至禁止球員在賽後採訪中提及人權問題，這些行為本身就是一種極度暴力的政治打壓。這種建立在壓制之上的平靜，根本不是真正的團結，這只對特權階級有利。我們繼續聊下去。第四部分，晉升與運動員身份。我們來看看這些被剝奪發聲權的活生生的人。我們必須把視角轉移到運動員身上。這種強迫晉升的文化對運動員到底造成了多大的心理代價？我們經常忘記一個基本事實：運動員是活生生的人，他們不是只為了提供娛樂而存在的機器人或消耗品。讓我們來看一個令人心碎的真實故事。在近期的冬季奧運會上，有一位名叫弗拉迪斯拉夫·赫拉斯凱維奇的烏克蘭運動員，他在比賽後被官方取消了資格。他到底做了什麼天理不容的事情？他沒有攻擊對手，也沒有使用禁藥，他只是在自己的安全帽上貼了幾張在戰爭中陣亡的烏克蘭同胞的照片。他試圖在國際舞台上展示那些被迫埋葬自己孩子的家庭的悲痛。他想提醒世界，如果國際社會保持沉默，他的國家將會面臨毀滅。然而，在禁止政治訊息的冷酷規則之下，這個最基本、最符合人性的哀悼行為，竟然被判定為不可接受。你怎麼能要求一個國家正在燃燒的運動員，把他的生而為人的情感，把他的悲痛，全部鎖在更衣室裡？你不能一方面徵用他們的身體在賽場上為你賺取收視率，另一方面卻殘忍地剝奪他們說話的權利。有些人會反駁說，如果在體育賽事中加入政治議題，會毀了球迷的觀賽體驗，因為球迷只想聽一場沒有摩擦的精彩比賽轉播。這個論點其實非常薄弱。事實上，球迷和運動員之間的連結遠比單純的娛樂還要深厚。
當美國職籃球星凱里·厄文利用他的平台為巴勒斯坦人權發聲，或者當知名體育人尼爾·維廉森公開談論體育界的女性歧視問題時，那些同樣在現實生活中面臨這些掙扎的球迷，會因為感受到自己的偶像挺身而出，而獲得強烈的共鳴與被代表的力量。運動員在場上展現的是技術，但他們在場外展現的品格與價值觀，才是真正能夠啟發社會、感動人心的核心所在。如果為了維持表面上的無政治摩擦，而要以犧牲運動員的靈魂、無視數百萬受壓迫者的苦難為代價，說真的，這種娛樂體驗真的值得我們去追求嗎？簡單整理一下剛剛的內容，體育絕非中立，而且強求中立往往帶來壓迫。現在進入第5部分，政策與外交的催化劑。體育其實是推動實質變革最靈活的工具。我們已經證明了體育不可能是中立的。現在我們要轉換視角，來看看體育如果被正確的運用，它能產生多麼巨大的正面力量。因為體育賽事具有跨越階級、超越種族與意識形態的獨特魔力，它實際上是我們人類社會中最靈活也最有效的外交工具。它可以成為推動實質政策與外交對話的強大催化劑。這不是空洞的口號，我們有實實在在的數據可以證明。體育的影響力能夠產生實質的社會變革。我們來看2個例子。在印度這個宗教神經非常敏感、時常發生衝突的國家，板球是一項國民運動。當穆斯林或是錫克教徒的球員成為國家隊的明星，受到全民瘋狂崇拜的時候，社會上的宗教偏見就會因為這種高度的代表性而難以維持。更具體的數據來自英國。當埃及籍的穆斯林球星穆罕默德·薩拉加盟英超的利物浦隊之後，研究人員發現了一個驚人的現象：在利物浦地區，球迷在網絡上發表的反伊斯蘭仇恨言論大幅度下降。更重要的是，該地區針對穆斯林的仇恨犯罪率也出現了顯著的滑落。這就是體育帶來的實質量化改變。球員的存在本身就打破了刻板印象。接下來這點超級重要，除了改變社會氛圍，體育甚至可以直接作為制裁暴政的武器。我們回顧20世紀對抗南非種族隔離政策的歷史，當時國際社會對南非實施了全面的體育抵制。這個抵制行動產生了3個階段的強大效應。第一步，它在國際舞台上徹底孤立了南非，讓他們無法參與任何國際賽事。第二步，他成功地將南非種族隔離的殘酷真相暴露在全世界的目光之下。第三步，因為南非人非常熱愛體育，這種被國際社會排斥的屈辱感轉化成了巨大的內部壓力，最終迫使南非政府妥協，加速了種族隔離制度的瓦解。體育抵制往往比單純的經濟制裁更能擊中國家的痛點，因為它直接打擊了國家的自尊心與榮譽感。反過來說，體育也是遞出政治橄欖枝的最佳載體。在人類近代史上，有許多外交破冰都是由運動員來完成的。在西元1970年代，冷戰局勢最緊繃的時候，美國和中國之間長達數十年的敵意，竟然是因為一場小小的桌球交流而開始融化。這就是著名的乒乓外交。幾顆桌球在桌周上來回穿梭，竟然成功地為後來美國總統尼克松訪問北京鋪平了道路。運動員的球派做到了專業外交官在談判桌上無法達成的事情。再把時間拉近到2018年，韓國平昌舉辦冬季奧運會。當時朝鮮半島的軍事緊張局勢一觸即發，但北韓和南韓竟然決定在開幕式上共同進場，甚至組成了一支女子冰球聯隊。這絕對不是單純的政治作秀，它實質上促成了後續的重啟外交談判，並實際降低了邊境的軍事衝突風險。如果我們硬生生地把體育和政治切割開來，我們等於是自斷手腳，放棄了人類外交武庫中最具有彈性、最具人性的溝通工具。我們來到最後一部分，重新定義真正的英雄。體育是捍衛正義的超凡力量。既然體育無法回避政治，既然體育擁有改變社會和推動和平的龐大力量，那我們必須重新思考，我們到底為什麼這麼在乎體育比賽？我們在收音機前，在轉播中，到底在尋找什麼？我們之所以熱愛體育，絕對不僅僅是因為那個冷冰冰的比分，
或者教練畫在戰術板上的精妙跑位。我們為體育瘋狂，是因為它是一個造星的舞台，它能讓平凡的男女展現出超凡的偉大。所以我們必須問自己，到底什麼樣的人才稱得上是真正的英雄？真正的英雄不是只會贏得獎杯的人，真正的英雄是那些願意冒着職業生涯被摧毀的風險，挺身而出捍衛正義的人，是那些願意利用自己的影響力去保護無辜弱勢的人，是那些在面對強權的壓迫時依然堅持做正確事情的人。體育場裡匯聚了人類社會中所有的掙扎，包括種族問題、階級矛盾、性別平權。那些在日常生活中沒有聲音的弱勢群體，都在指望這些運動員為他們發聲。把政治趕出體育，就是把這些最深刻、最親密的人性掙扎，從我們頌揚人類偉大的慶典中驅逐出去。我們絕對不能為了一種冷酷、無菌、虛假的表面和平，去交換掉推動人類文明進步的熱情之火。我們必須擁抱體育中那些混亂但充滿生命力的政治性，因為這才是體育真正的靈魂。所以，下次當你聽到運動員在賽場上為了某個理念發聲時，問問你自己，他們正在替誰說話，而我們又該選擇站在哪一邊？總結下今天的重點，體育從來不是中立地帶，而是一面反映權力結構的鏡子。要求體育與政治切割，只會淪為強權洗白的工具，剝奪弱勢發聲機會。體育真正的價值在於它能跨越階級，成為促成外交破冰、推動人權進步的催化劑。唯有正視這股力量，我們才能看見真正為正義挺身而出的英雄。今天的內容就到這邊。如果你覺得自己有幫助，記得馬上點讚、訂閱加開啟小鈴鐺。我們正在衝訂閱，需要你的支持。我是阿修，我們下次見，拜拜。